结束了。结束了。好。不好奇我都做了些什么吗？明明我主动来找你的时候，你多少表现出了一丝意外。我甚至提醒过你，捕梦对于圣痕计划的帮助不过到此为止。难道你从不担心？没有必要。是啊，没有必要，一切只是徒劳。可是对于人类而言，每一场徒劳都有其特殊的意义，不是吗？否则，你刚才的举动，又是为了什么呢？那不过是一种交谈的方式。你退下吧，他们要来了。让我们先把另一件事交代清楚吧。浮华他不在这里。浮华？他是我在这世界上仅存的战友，也是一位可敬的对手。但圣痕计划并不需要这些，所以我并不介意用自己的方式让他休息片刻。也就是说，和你上次在北非所做的事一样，对吗？无论如何，他没有事就好。的确如此。比起这方面，和对待他一样，我不会拒绝你们的任何战斗请求。凯文，我了解那段历史的全部，也知晓你不得不这样做的理由。所以，这并非决斗，而是交谈。你们可以提问。那么，就由 Bronya 先来提问吧。无论付出多少代价，人类一定会战胜崩坏。在你看来，这个代价也同样包括人类本身，是吗？你搞错了一件事，理之律者。人类永不消亡，即便现在的人类不复存在，文明也将继续传承下去。这与恐龙进化成鸟类并无区别。即便这会将今天的人类推向灭绝，任何物种都只能在灭绝与停滞当中二选其一，人类也不例外。雷电牙医，你应该清楚，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两全其美的方案。我当然知道，你们付出了怎样的代价，才勉强得到了这个最差的计划。但凯文，在一切盖棺定论之前，这个时代的我们有理由去寻找一个更好的答案。我不是指提安娜、罗尼亚、班长，或是我自己。我指的是这个世界上生活在当下的每一个人。烛火之蛾曾经是一个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，而它的结果，如你所见。这并不是你擅自决定人类命运的理由。当中烟决定人类命运的时候，他甚至不需要理由。既然你这样说，凯文，我有一个最为困惑的问题：中烟，它究竟是什么？某一日，它从天坠落，人们抬头仰望，于是看见了星空。有一种说法认为，互不了解的文明很容易产生针对彼此的敌意，但平心而论，萍水相逢的人们之间原本就很容易产生这种矛盾。既然这种自毁的倾向可以算作智慧的原罪，
那么恐惧、孤独、渴望同类，这种心情在宇宙的尺度上也必然同样普遍。所以，请想象在星空深处，或许有这样一种存在，他们也像我们一样，扎根于星球，以此为生。但和人类不同的是，他们会更进一步，与星球完全融为一体。他们的意志遍及大地，无所不在，永续长存。彼此的心灵没有任何隔阂。假如真的存在这样一种文明，那么你觉得他的愿望会是什么？至少在我看来，他会非常非常非常的渴望拥抱同类。是的，那就是我们的时代所能得出的最终结论。中烟并非地球之物，它是一种操控命运的机关，一遍又一遍地轮回着人类的文明。只为了让它的制造者能够拥有同类。所以，这就是圣痕计划必定能够成功的原因。没错，他从中烟的弱点切入，以他无法拒绝的方式将其支配。如果这样说，那么 Bronya 反而更加无法理解。你真的认为这可以算作战胜崩坏吗？不，当然不能。付出代价并战胜崩坏，这是属于人类的课题。当然，我也是人类，这一点毫无疑问。正因为如此，我才期待着你们超越一切。这个气息，它就是……没错，这就是中烟之力。与之相比，我们与地上的草木并无殊异。它不知悲喜，不知疲倦，只为轮回万物，重塑文明。它如同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死亡，高悬于文明的头顶，甚至不屑于嗤笑我们。我曾经对另一个挑战者说过，宇宙中的任何智慧都受到存在方式本身的局限，那不是意志能够克服的障碍。而面对圣痕计划，你们需要挑战的正是这样一种存在方式。决战的时刻到了！青岩拔剑！看来，绿者的决心也不过如此。还没结束，火焰不会冷却，它只会再度燃起。轮到我了，没意见吧？再接再厉，人类的旅程。审判的时刻到了。看你！哟！
轮到我了，没意见吧？审判的时刻到了！看你再次停住！现在是天呐时间。终末已至，审判的时刻到了！不要小看忠言之力，战斗才刚刚开始。地剑，门禁。怎么办？面对类似的局面，如果是瓦尔特先生，太慢了。班长，结果反而是班长和石之律者保护了我们。使用逆丝黑洞大幅消耗对手的时间，这是瓦尔特先生曾在月球上使用过的战法。虽然这个结果的确出人意料，但只是拖延时间，这可不像是你们所追求的道路啊。为什么人类总是要做这么徒劳无功而又令人伤感的事呢？不过眼下的结果倒也不坏，虽然有些对不起尊主，但作为认识还不久的朋友，我们总要有一些独处的时间，不是吗？